目前的世界很不平静，可以说甚至是很乱，所以好几个区域都还在战争当中，而且大家都觉得很不平静。所以避险要做什么呢？几乎全球的央行都做同样的事情，大买黄金。所以为什么特别关注？是因为跟中国有关嘛，会成为外媒报道的内容。不过根据最新的统计哦，全球的央行买黄金买最多的，第一名土耳其，第二名中国，而中国呢已经是第5轮增持黄金卖所谓的美债，正式进入除金于国的时代。这两个国家买的都很多，不过土耳其还是最多的100万盎司，中国是90万盎司。当囤积黄金、石油、粮食这3大重要的物资引起的是各国的担心啊，所以才会有外媒很多的报道，担心什么？尤其是抛售美债要振兴经济这件事情，这个叶伦前一直不断的往中国大陆跑，不就是希望他不要买美债吗？那现在他把这个美债抛掉，买了黄金之外，更是在本周发行的首批长期债券。不过说真的，我看到这个长期债券之长，也让大家觉得也挺有风险的，真的可以卖得好不好不知道，但真的能够卖到30年甚至40年，这17号要开始卖的所谓振兴经济的这个做法，这个所谓的作为计划出售超过1380亿美债的一部分，后续可以观察究竟卖的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振兴经济的效果。而发兆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李强特别讲了，这是有2种做法的，2个重要，要把主动权抓回来哦，统筹抓好硬投资跟软建设，要回应民生嘛。因为回归到内部的经济需求的时候，目前碰到的是银行存款很多，大家避免风险。但是高利息的国债跟政府民生的项目，有没有办法资金轮动流动之后，才能产生整个经济的活水，也才会有经济的成长率？但同时在外媒 CNN 的报道里头，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就说麦当劳、苹果、特斯拉都不能再压注在中国发财了吗？因为大陆经济正在困境呐。那所以呢，要打击这个苹果、星巴克、麦当劳这些美企，就是因为中国情况不佳呀。那怪罪中国消费降级跟穷人交易，但事实上很多来自于自有品牌的竞争，他们那种独大市场，包括像星巴克好了，哇，上海店多大呀？但现在再也不行的原因，当然是本土品牌崛起了。电动汽车更是如此，手机也不用说，例如华为在美国的全面围堵之下，被说它 Mate 其实马上9月就要上市，要狙击苹果的 iPhone 16嘛？我们 iPhone 的使用者都觉得近期以来我好像很少看到 iPhone 的创新，但是 Mate 其实它就有它不一样的创新能力，可以突围。所以当9月发表的这个新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很多人期待，尤其是2024推出的全新操作系统，现在被说自主研发这个鸿蒙星河版已经有超过4000以上的原生 APP 加到鸿蒙生态圈。那未来新的机种会不会也有更进一步、更高阶的晶片被使用呢？大家也都在等啊。当然，美方也是剉咧蛋，但列进美国黑名单，就是因为担心它一直不断的崛起，一直不断有新的创新，所以把所有的供应链通通都要给围堵、管制、封起来。但现在美国媒体这样说，自己却也认为，华为其实不怕，因为它有隐形的供应商，甚至自己的晶片型号的历史都避免被西方国家可以窥探，所以怎么制裁也没有用吗？它自有技术。来看看，当这个数位时代的报道是说，美国用了洪荒之力去制裁华为，没有错吧？连人都抓起来了吧？那但是营业额的确这几年来掉了一下，事实上是影响了大概3年左右。如果以营收的成长率来讲，曾经掉到谷底，就是被抓起来的2021年这个左右的时间。但你看看随后马上的攀升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差不多的成长率的斜度。当然，营业额还没有追回到当年最好的时代，但显然这个营收达到成长轨道已经是常态，所以如果 Mate 70再出现新的系统晶片，有新的产品问世的时候，5奈米还有未来的科技成长就会是一个新的突破点，甚至有没有可能再往上走呢？这是大家正在看的。那美国要抗中，各种手段又说被说了无新意吗？用了再用例如电动车科100%关税，那还有很多各种的税率，我会更严重。叶伦说了，他预料北京可能做出重大的回应，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吃素的啦，一定会有重大的回击。但中国
大陆今年12月要实施关税法，包括稀土啦、石墨啊、禁令啊，这个是内行人的叶伦错了蛋。那到底进一步是到底对谁的伤害比较大？美国围堵中国，中国的反击谁影响比较大？那当然就拭目以待了。赖老师，这2年美国他们对于俄罗斯实施金融战跟经济战。金融战就是要把中国大陆把俄罗斯赶出 SWIFT， 那经济战就是制裁俄罗斯，让它的这个经济的支柱就是石油天然气在欧洲甚至在世界各国不能卖。那俄罗斯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最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的黄金矿在全世界排名前2，黄金的储备力量很大，所以金本位制救活了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再加上它的这个有关于能源天然气是不可或缺的，它联合 OPEC 把这个价格抬高，它在往亚洲国家里面来卖，就是向东转打折的方式来卖，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活起来了。这个给中国大陆给很多国家很深的教训跟启发。那中国大陆的黄金的储存量跟生产制造量不够大，而国家的需求量这么大，14亿人口需要多大的黄金？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目前一直在购买黄金，是有在做避险，有在做安全上的考量。这个不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但是它已经发生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跟欧洲的国家竟然会干到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盟、在欧洲、在美国的海外资产，甚至私人资产。私人资产没收，先没收私人资产，冻结海外资产，现在要把这个海外资产把它没收，这个会让很多拥有这个海外资产的国家，也就是说沙特也好，或是海湾国家，中国大陆在美国、在欧洲，那么很多的外汇或者很多的这些资产放在那个地方，就有这个风险意识了，所以都在做转移。我觉得这是咎由自取，也就是说，美国跟欧洲自己把自己搞砸了。把自己搞砸了，今天造成这些资金开始在外流，因为资产额太大，他不可能说一下子资金全部卖光，3兆美元哪有那么容易卖光？当然，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不断的搬运，不断的在移动的过程里面，这个会对华尔街、对未来的欧盟的他们的外资的运用跟资产的运用都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我觉得那都是自己找的。至于美国的几个重大品牌在中国的市场目前败北，自己检讨自己。中国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之间有强大的竞争力，是因为他们首先要内卷，内卷赢了，在海外就没有敌手了。坦白说，就是这么的简单。电动汽车就是内卷拼的厮杀的很严重，消费人口多怎么样？消费人口多，然后我的内卷的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哪一个中国的品牌不能够击败任何一个品牌？你特斯拉根本没办法跟中国大陆拼嘛。那手机呢？你用人为的力量打压华为，但是对不起，小米起来 ，OPPO 起来 ，vivo 起来，各地方全部都起来。那都起来的情况下，请问一下，你苹果安逸的被保护下，然后你的这些设计师每天在加州这边冲浪、晒太阳，开心的不得了。结果呢，你的技术没有创新，你没有在领先了。没有在创新，没有在领先，那你就不能够代表时尚，人家就不要你了。在今年的第1季他被踢出前5名了，第6名。哎，观众朋友，苹果在中国现在被踢出前5名，是列为其他了，因为他们只讲前5名嘛。从 OPPO 开始讲，一直讲起，讲到最后一个就是vivo 小米，但是苹果没有了，为什么？自己不检讨自己，还说中国经济差，中国经济差，手机卖得汪汪叫。那中国经济差，电动车行销超过日本，卖到全世界去。另外，你的星巴克，中国的本土品牌，我不好意思讲那个名字，讲出那个名字，你的星巴克的咖啡怎么跟他拼啊？我是爱喝咖啡，喝了几10年的咖啡的人。瑞幸咖啡，你不也是加茅台的那种吧？不能加茅台的。我们马上接棒。他的咖啡就是比你星巴克好喝嘛？你星巴克你要反省检讨，你做出来是什么咖啡豆嘛？那个也是卷出来的对不对？人类也是卷出来的嘛，人类也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了以后，你当然拼不过人家。我觉得你美国 CNN 你自己检讨你自己，你的新闻报道是不是越来越没价值？你的新闻报道是不是大家越来越不信任？最主要是在哪？你不认真做功课。第二个，你不认真，你不确实。为什么？你好好的去研究、去了解说，
为什么中国的本土能够这么的强大？那也就是因为你美国的市场跟人家 PK 的时候，你赢不了人家，赢不了人家就被取代，然后你找一个原因，就是说，哎呀，大陆的经济不行了，哎，经济不行了，还5.2%的成长率，第一季还超出 IMF 的评估之外。可以了，超出你评估之外，你自己还好意思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美国你自己本身啊，尤其 CNN， 你自己本身想一想，你在干些什么事情？袁教授，全球化的市场走得好好的，那突然开始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开始发动各种围剿啊，各种这个制裁啊，但这个结果看起来反而是让国内自己竞争力不断的在丧失优势吗？我必须要强调啊，美国现在普遍的检讨啊，刚好就是你讲的，美国认为全球化是他一个失败的策略，啊，因为美国原来啊在不全球化的时代啊是一枝独秀。我今天上午啊很荣幸啊，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大学啊来我们系上啊，要我给一个演讲嘛，啊，我在给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美国经验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我到9岁的时候美军才离开台湾嘛。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美国人所生产的东西，连 T 恤到牛仔裤都明显的好一个等级啊。美国现在来讲根本没有制造业，现在美国买不到 Made in USA 的牛仔裤，买不到 Made in USA 的 T 恤，全部是 Made in China。啊，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对美国来讲的话呢，美国原来是它的算盘打得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球鞋跟衬衫给你做，然后飞机、火箭我来卖，这样的情况下受到的利益还非常多。但他做梦没有想到，他们整个中下阶级的就业全部结束，被取代了，完全不是被取代而已啊，他本来就不想干，他舒服惯了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了。美国现在要想恢复制造业，其实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实际上对他们来讲的话，那在那边的话呢，那个做着缝纫机啊，不管你怎么样用各方面这样，美国的劳工的这个要求啊，他们的这个福利啊，已经好到就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它原有的制造业了。那讲一讲这个大陆跟土耳其买黄金的问题啊，这个黄金的问题的话呢，本身之所以构成抢购的现象，其实就代表国际经济的局势的不平静。为什么？因为它说明了2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黄金本身非常非常不容易携带，而且又没有利息可言，你买了就只能放在床底下啊，没有任何事情，你放在哪都一样。黄金万两很难搬，最多就是到了银行去，他给你一张纸说你有黄金万两放在我们这，到时候拿出来能不能兑现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一般原则上社会安定的时候，没有人要黄金的。像我们几个人不可能是脖子上像老黑一样挂个大链子，没有的事情啊。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你会觉得说自己国家的币值会有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你非买黄金不可。好，土耳其就是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他非要买黄金不可，因为所有的人的话，因为土耳其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大家不要忘了，德国的人口有10%是土耳其人的，他们的话呢，到土耳其那边的话，身上现金是有，但是为了要确保在土耳其的生活非常稳定的话，如果土耳其的币值不稳定，他们就得买黄金。那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情况本身来讲的话呢，因为他知道美国要跟他对抗的过程当中，然后买不买美债，卖不卖美债，要不要继续买美债，还是要继续卖美债，都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策略。为了要弥补这个战略策略的话呢，他要以高调的买黄金来制造美国的压力，这个就是他的对策。所以耶伦本身在讲说，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他宁愿飞过去警告以后回来以后再警告的目的，就是要说，如果中国跟美国不能够就美债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的话，美债本身要是崩溃的话，大家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美国等于是说用这种死亡的方式来威胁大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目前为止，美国对于自己的债务的问题，除了没有办法解决以外，他也要告诉听他话的国家都要继续买，不能够乱动。乱动的话呢，美国是很麻烦的。所以美国发行美债现在被抛售，中国大陆自己也发行非常长期的债券，为了提振经济。对，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经济战、贸易战，还有这个金融战，那现在既然这个样子的话，那干嘛中国大陆要拥有那么多的美债？就是抛售了，它平均每一个月卖200亿美债啊，把它卖掉。那现在的话，从乌俄战争前的话，中国大陆有11000亿美元的美债，那现在的话抛售到现在为止，到目前剩下7750亿美债，就抓在手上一直卖。那既然卖了美债，那是卖了美债，那钱在干嘛？买黄金，别人买黄金，所以他现在黄金光在最近就去年就卖了100万盎司的这个黄金。另外第2名的话是土耳其嘛，
那现在既然卖美债，那我买黄金啊，就这样子啊。那黄金一直在进账。现在1公克的这个黄金的话，在大陆上的话是599块人民币嘛，买我们叫的一个金的那个1公克的那个。那现在的话，那另外一个，那中国大陆除了是抛美债买黄金之外，另外买粮食。那换句话说，这个状况有一点点，是不是？为什么要买黄金呢？又要买粮食？买黄金是因为包含美国的这个债券，美国一直在印钞票嘛，印钞票的话变成超额发行美金。这个状况，你一直在印钞票，那我就不要去买你美债，把这换黄金，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有战乱的时候，大家会买黄金、买石油、买粮食。那中国大陆就买3个，买黄金、买石油、买粮食。这好像要备战打仗啊，不然你买这么多粮食干嘛？中国大陆原则上是这个粮食进口国最大粮，因为14亿人嘛，要吃饱不简单。中国大陆的粮食自我的生产只有每一年7亿公吨，但它要消费到8.3亿公吨的粮食才够啊！不是光人吃，你也包括那些牲口、那些羊、那些家畜，它也要吃这些玉米、大豆啊，它要吃这些粮食，它才能够把它养大嘛，是这个样。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在扫货，扫货一年1亿4千公吨，这都在抢嘛。所以我们看目前的状况似乎不太稳定，而且中美的这种经济战、贸易战也外溢到这个粮食跟石油上的竞争。需要避险原因是什么？当然就是世界上好几个地方还有持续的战争，其中以哈冲突也是，就算全球140几个国家多少国家阻止跟谴责，他继续打拉法。以色列继续攻打拉法的情况之下，这媒体访问了一位当地的妇女，她讲自己的心情，听听她怎么说。كل يوم من مكان لمكان كل يوم من مكان لمكان وين بدنا نروح يا رب وين بدنا نروح يا رب خذنا احنا يا رب ولا حد واقف معنا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ي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بتشوفوا شو بصير فينا حد معبرنا 哇，他的嘶吼是痛彻心扉，我听了我都觉得心酸哦。像这样子的不断的颠沛流离跟迁移，是每一天都发生在他身上。说他用吼的，他说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以色列加萨僵局难突破，阿拉伯国家呢？他刚刚问阿拉伯国家有人管我们吗？现在他们说全都怒了哦。随着加萨的死亡人数已经飙升突破3.5万人的时候，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总算他说不愿意继续协助纳坦雅胡了。他接下来怎么办呢？两国美沙都在谈判，试图让巴勒斯坦建国。那可是美国就是已经在联合国要发动他的所谓的否决权吗？而阿拉伯国家会考虑在加萨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性。其中土耳其直接讲很白，埃尔段说他们直接收留了1000名的哈马斯成员，这是目前以色列全面在追杀的。但他认为这些哈马斯成员很多人丧生了，而这他收留的1000多人呢，其实是被整个西方用各种武器和弹药攻击的。他争取的是自己的权益，但是被称为恐怖组织，他认为很刻薄不合理，所以他要保护他们。而埃及呢，甚至因为以色列的攻击拉法，破坏了跟埃及45年的和平关系，因为就在边界。很多的冲突都跟埃及也有关系，所以埃及已经表示，在国际法院要加入南非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呢，考虑降级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那被媒体形容说，好像闻到了血腥味，但说真的，也只是降级而已，并没有立即的威胁哦。所以当然，战事还是继续进行，以色列照样扩大战事。伊朗呢？伊朗则是说拥抱阿拉伯人。第3届伊朗阿拉伯对话在德黑兰召开，埃及也加入了。他们说希望有西亚真正的和平，要结束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占领或攻击。其中伊朗领导人哈米尼呢，在书展上说，选择了一本书，特别讲的是特拉维夫的陷落。这个是说是批评犹太国家跟这个宿敌没落的小说啦哦。这本书被描述是敲响了战鼓吗？当然，伊朗先前一下子威胁，准备发动核武啊、战争啊等等。现在一本书，大家也很多的联想，说伊朗有没有要做什么事情，具体的影响呢？埃及军事专家分析，如果伊朗得到核武器的话，我们也想要，大家都想要，才有拒止的能力，互相威胁、互相恐吓吗？那当然，
美国国务院赶快说，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去制造核弹，但他现在有没有能力制造核弹呢？恐怕是有的。所以当以色列继续攻击加萨的时候，被说是铁了心啊，战车照样进到了贾巴利亚跟拉法，继续攻击，有继续更多的民众受伤，其中死亡的也多有所在，其中是一名联合国的国安保部的外籍工作人员，是印度籍的。他乘坐的是联合国的车辆哦，他到医院去协助的时候哦，结果被攻击身亡了。那么拉法继续攻击，死的也不只是当地的民众，也有更多的外籍的或这个所谓的国际组织的人员呐、所以美国，我这个标题他形容是美国发出最严厉的批评，但我实在不认为这叫做什么严厉的批评。大家可以来谈谈。布林肯回国之后接受了2家美国媒体的访问，其中他怎么讲的？他说以色列的战术给无辜平民带来生命的损失，现在才发现嘛？他已经打了这么久，有这么多人命的丧失，他现在才说带来无辜的平民生命损失吗？所以可能引发长期的动乱，而且他特别强调，就算全面进攻拉法之后，也无法消灭哈马斯。然后呢？所以苏利文回答，美国不认为加萨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啊，又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以色列必须要尽更大的努力保护巴勒斯坦的平民，这不是很矛盾，而且讲天方夜谭吗？他有在保护吗？看到的是什么呢？所以五角大厦有情报官员听不下去，跟我一样吗？他要辞职了。这个曼恩少校公开发布辞职信，他抗议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加沙战争。还有一位监督局的官员保罗也因为反对美国供给武器给以色列继续攻打，所以决定辞职。内部还是有清醒的或不同的声音吗？赖教授，以色列这场冲突，刚刚听到这位女性的嘶吼，真的是家破人亡。发生在加沙地区的悲剧啊，一直在发生，到目前为止没有停止可能性啊。以色列在准备好一切的动作，对于这个南加沙进行全面性的总攻，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中部跟北部地区，也就是以色列已经占领6个多月的这个地区，却发生了哈马斯已经重组完成，他的兵力开始跟以色列有交战了。这代表什么？以色列无法完全消灭哈马斯，他甚至不知道哈马斯真正在哪里。那目前造成的最大规模的伤亡，绝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70%以上是老弱妇孺比较多，孩童更多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看到整个美国也好，或是欧洲也好的大学生都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了。我自己本身也经历到，我到阿姆斯特丹，在荷兰，在王宫广场面前就看到了一批大学生站出来反对。我到了法国的先贤馆，就是我们叫的邦迪翁。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的前面的广场，我看到法国的各大学的学生站出来反对。后来到了习近平离开法国了以后，那么我到了这个共和国广场，也看到了很多学生开始在这个地方聚集。欧洲的学生还越来越多的反对，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无能，没有去有效的阻止以色列的杀戮。美国的白宫目前乱成一团，布林肯说你打不赢，你消灭不了哈马斯，然后又说你造成了太多平民百姓的伤亡。苏利文却说这不是种族的屠杀，然后苏利文这个又说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我会继续给你安全上跟你所需要的指引。然后拜登一方面告诉内塔尼亚胡说够了，不要采取动作，我愿意用情报跟你交换。二方面又继续给钱给武器，然后现在说我帮你先冻存一部分武器，可是那是暂时冻结，没有多久可能又要移送给以色列来继续去杀戮那些平民百姓。你想想看，美国的学生看不下去了，欧洲的学生看不下去了，美国的情报官员看不下去了，而当初在台湾这个一直说金至乌克兰明至台湾的那一群民进党跟那些台湾的那些民进党的那些人，那些人现在为什么不说今日加沙明日台湾呢？你为什么不站在加沙的这些被杀害的无辜百姓的这些民众的立场来看问题呢？你却为什么只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以色列的立场？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根本没有原则，根本没有是非，他们的一切都是政治操作。看看加萨走廊上辛苦的
血流成河的人民跟百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色列强调，他的报复行动一直要歼灭哈马斯为止，所以继续打拉法呀，北部、东部、南部通通都打。所以到底歼灭哈马斯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因为以色列越打加沙的话，全世界越反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两个成正比。他现在打拉法这边这个无差别的这个空中还有地面上的这种炮击跟轰炸，那造成大家都在看了，因为现在的整个的这种。我们讲的这个资讯传播非常的快速嘛，那刚才那个女的哭的那个样子，那鬼哭神嚎的样子，就知道对以色列这方面的暴行，他是非常的没办法接受的嘛，已经容忍已经到最大了。对，应该以色列当初的整个战略是失败的，是错误的。他应该做针对性的杀戮，对哈马斯组织，但他变成全面性的杀戮，管他是哈马斯的，只要是巴勒斯坦人，通通杀了，管他是平民还是，所以70%是妇女跟小孩子手无寸铁的，他杀了70%，杀哈马斯可能大家没有什么看法，但是你杀的这个妇女跟手无寸铁的这小孩子，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变成这个样。所以以色列他可能到最后他会赢了加沙，但是变成全世界都在反以哦。现在美国可能都不耐了哦，都变成这个状况了，不是说以色列以前的对挺他，现在挺他最起码要降级嘛，最起码。他有一些说法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有些动作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嘛，表示美国受到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要去忍受美国大学这些挺巴的这些示威游行呢，这些帐篷呢，他也要面对，他也年底11月5号要投票，他要大选了，他要面对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也是为以色列扛锅啊。但是扛锅是有它的一个极限性嘛，不是一直扛下去，它总一些做法，有一些说法嘛，来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东22个国家全部反以，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国家不反以的。那全世界穆斯林，全世界总共有16亿是穆斯林，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我们比如说在亚洲的印尼就有2亿7千万人，那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就是印尼嘛，你第二个是巴基斯坦嘛，巴基斯坦在在印度的西边嘛，它也是1亿7千万人的，但是国家人数是非常的多哎，那这些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各个的在世界各国的这些我们讲穆斯林族群，都跟对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可能会到最后虽然赢了加沙战争，但是问题是他丢掉了国运，丢掉全世界对他的支持哎。我认为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以色列的话，整个的国家战略当初这个战场的设定是失败的。他好像没有很在乎，他也听说是这个淘宝买的缴税机，把联合国宪章都给缴碎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50块。加沙走廊拉法持续遭到攻击，一位妇女的嘶吼，大家听在心里都觉得心都替她碎了。当大家都看到了将心比心啊，他如果有10岁的孩子在旁边看到妈妈这样的喊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想什么？他会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哈马斯的一员。这个是今天所有的问题的最主要的核心。以暴制暴啊，是永远没有办法平息暴力的所引发的争端的。以前马斯克他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想要和平的话，一定要是有绝对优势的那一方原谅了先发生暴力的另外一方，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他也说过啊，你要订立和平啊，你要协议和平的话呢，你一定要这个和平的协议当中，使得战争不太可能再度发生，这个才叫和平啊。那现在以色列的话呢，一边打一边杀，然后一边在谈和平，开什么玩笑，根本就没有可能的。现在以色列的做法就是已经吃定了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加沙这边的巴勒斯坦人。其实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巴勒斯坦不能建国，还有另外一块，他迟早要处理约旦河西岸的。所以以色列本身的一个策略当中的话呢，最明显有3方面的责任的。以色列本身要负担最大的责任，尤其是纳坦尼亚胡他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再者的话呢，美国的迟疑的话呢，又是没有办法拿出具体的办法。
话，也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尤其是一开始讲了很多遍了，那个布林肯的话呢，去了以色列7次，他最后说协议如果没办法达成，是哈马斯的责任，这个是问题啊。那你剩下的话，第3个部分就是阿拉伯国家的话呢，你为什么在1973年的话呢，就是能够一起采用石油禁运？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你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话呢，就是让整个世界的话呢，经济受到影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神清气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最新的两岸消息。当然，520在即，大家都在关心的是，两岸关系是有机会进一步的破冰对话，还是更加的兵凶战危有风险呢？在区域的平衡里头，我们看到的是解放军在空域、海域越逼越近。这个叫解放军的军机哦，国防部侦获了，这个是在5月14号所发布的消息。10架次的解放军机逾越了海峡中线，已经变成常态了嘛。延伸线进到了西南的空域活动，而且离台湾越来越近，大概离欧兰比39海里，台中52海里。甚至独家的一个消息是说，这个《自由时报》说。共舰再次出现在澎湖的周边海域，张检舰因此去前方去监控的时候，还被警告呢。听听这一段广播内容。过台湾1109舰，我是157舰，请注意你的位置，向东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我们昨天节目上才讨论哦，这个央视的一个子评叫做玉渊谈天，才刚刚讲，如果呢执法巡查金门模式啊，所以有没有的这个海岸线各方面的这个默契通通消失的情况之下，未来会适用于马祖、澎湖乃至于整个台海。马上就发生了。那未来澎湖也将被10多艘的共舰包围吗？之前大陆的12艘海警等等公务船骑进该到金门的这个海域的时候，是不是再度发生？而有一则报道是这个外媒的报道说，美国跟台湾呢海军4月份刚刚过，其实悄悄地进行了一场太平洋的联合演习。那双方大概只有6艘海军的军舰，但官方没有公开，被称为计划外的海上相遇，就巧遇了哦。双方有默契说这个演习只是巧合，五角大厦则是拒绝发表评论，也不回应这个消息，但是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那么所以呢，反制中国大陆有没有灰色地带的冲突？这个是一样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的消息，告诉大家说。现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现在正闹得火热，会不会真的打起来？现在看起来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来帮菲律宾训练海巡学官。那这是从2021年开始帮忙代训菲国的海巡署学官至今，双方正在研议有没有可能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特别强说，台湾的军力好棒棒，还可以帮别人菲律宾来训练各种的军力吗？但事实上，在南海这里，中菲是在角力的情况越来越演越烈。有例如，光我们看到昨天有4艘的中国海警船，还加了26艘的民兵船，直接封锁了黄岩岛。那么，为阻止菲律宾的民间团体所谓的民事任务这个是来自于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鲍威尔他所发布的讯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封锁，对于他们所观察看到的，认为是中国似乎决心要积极的执行对黄岩岛的主权主张。哇，这种画面光想一想是非常的紧张的。而为了要回应美菲中国大陆方面也透过央视发布了黄岩岛的高空空照图，看到这空照图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大陆渔船在黄岩岛海域作业非常的清楚，那相关的监控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展现意义当然很强烈啊，还有中非的南海角力之外，黄岩岛的海域常态性的训练，包括海警、穿山舰等等，都在这个附近常态化的训练当中。他也公布了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穿山舰不断的在黄岩岛的海域附近来巡查，那已经是随时都在的情况之下，如果菲律宾再有一些民船或者是军警船经过的时候，当然就可能随时发生对峙。或谁驱离谁该走谁不走，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冲突？不知道。那
这个说法是说要教育黄岩岛的菲律宾民船，肩并肩的演习，美国跟菲律宾刚刚结束，但是这演习过程呢，当然是针对中国而来，所以解放军呢已经把几个大区主力舰通通往这里送，而且常态在这里进行实兵演练之外，传出来说菲律宾有意思了，在一个小城不是主要的城市，但是一个小城在圣安娜这个地方，却出现了美国的黑鹰直升机起降的画面，但是呢，却引起了当地官员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军进驻到这样的区域偏远的地方的时候，反而会成为美中地缘政治里的漩涡里，一不小心被卷进去，会不会溺水呀？所以南海如此，台海呢？是不是也有一触即发的危机呢？这个美国智库最近发表了好多谈话什么兵推啊等等。那这一份最新的报告，这是新头壳所报道的。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可能参战的国家还帮你数出来有谁？中国、俄罗斯、北韩、美国、日本、韩国，再加菲律宾、印度、澳洲，9个是几率最大的哦。那最先爆发冲突的，一旦开始大战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攻打台海，这些国家真的都会参战吗？这是个问号。但是美国的智库是这样认为，9个国家就会打起来了吗？那台湾有事会怎么样？长期大学日方当然是最担心的。他的分析者认为，台湾有事，美国出兵协助台湾的话，后果是什么？可能是日本被打，因为日本有美军的基地。而且有可能驻韩美军基地，还有驻日的美军基地都会被发动核武攻击。那认为这个很严重，一旦中国大陆对日本、韩国发动核武攻击、发核弹的话，至少226万人罹难。可能日本对于当年被丢原子弹到现在心有余悸，特别往这个方面会去思考跟危险的风险控管跟评估啦赖教授，我们看到最近越来越频密，520之前这些军机或者船舰的演习，除了针对台海，也针对南海。马英九在任内的8年，我们没办法想象会发生到今天的地步。那主要就是因为马英九的9·2共识，而且两岸之间是相互的友善，相互的尊重对方。我们看到两岸之间的情况非常好，那一切都是维持现状。而且呢，事实上外交也休兵，而且我们两岸之间比以前更加的靠拢，甚至都建立了这个热线电话。我记得王义琦那时候在这个陆委会当主委，还跟这个大陆的国台办也都建立起了对话，这多美好的一段时间啊！蔡英文上来以后，9·2共识撕毁，对大陆越来越不友善，越来越挑衅，越来越走台独，一直拉美国。那么一直不断的在挑衅中国大陆，最后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两岸的现状开始改变了，中线不见了，防空识别区不见了，然后呢，现在赖清德当选以后，金门的一个事件，大陆2位渔民死亡了，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无人情的、无人性的，而且呢，对于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死者的不尊重、家属的不尊重，使两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现状一直在被民进党改变到今天的结果呢？那中线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大陆开始常态性的巡逻，金门巡逻、澎湖巡逻，那未来当然就是在台湾四周巡逻嘛。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在于，今天民进党你的军队、你的海巡署、你的总兵力能够跟大陆对抗吗？你对抗不了，你现在有什么作为？有什么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你就一张嘴，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你拉着美国去搞军演，你只是让中国大陆更加的强化它逼近台湾的力道，不会减弱台湾大陆对台湾的力道，绝对不会减弱，因为这涉及到两岸之间统一的问题，解放军怎么会减弱？我觉得对于南海的问题，我最有意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观众朋友，台湾人不能够健忘，台湾人的记忆力不能那么短浅。前段时间就是马英九时代的时候，菲律宾的海巡署的人、海警杀了我们的渔船的船长。我们的渔民在菲律宾的海域遭受到菲律宾他们多么的不友善的待遇，你今天还帮他们训练这些海警的人员，我觉得对不起台湾人。坦白说，我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我很不以为然，对不起台湾人。南海的海域是我们中国的，不管我们两岸之间有怎么吵架，但是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1945年以后，整个南海的海域的岛屿都是我们的。今天你再帮一个菲律宾人去侵占我们的岛屿，去破坏我们的岛屿，这怎么说得过去？我觉得背主忘忠不能够背主到这个程度，这真的是很难容忍。我看到这个新闻，坦白说，我实在是觉得实在是想不通，怎么民进党当局怎么会干这种事，伤害台湾人，伤害两岸的中国人，而且呢，把我们的整个南海的主权就这样丢掉。太平岛是怎么来的？太平岛为什么属于台湾？对，太平岛为什么属于台湾？东沙为什么属于台湾？那很明显的就是1945年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南海的所有的岛屿都还给中国。我们还在美国，美国也承认啊，美国还协助我们去把南海的岛屿整个命名，然后收回。这么一个明白的一种国际法的关系，你今天你美国，你本身你这样的一个恶霸，我为什么会说美国是恶霸？这是菲律宾的驻美大使说的。菲律宾驻美大使说，有2个恶霸，一个是太平洋远端的美国，一个是离菲律宾很近的中国大陆。他当然拉很远的美国来去对抗这个很近的中国大陆。我说不是，我说美国是恶霸是，但是你菲律宾是小流氓，一个小流氓拉了一个大恶霸，想在南海里面抢占我们的土地，抢占我们的岛屿，岂有此理？应该要起身对抗啊！结果民进党当局却出卖我们的历史上的权利。将军怎么看哦？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空域，通通都一样，越逼越近。对，它现在的话，我认为它有3个特征，就是距离越来越近了。你看北边的话，距离基隆啊，也就相对于距离淡水越来越近；然后南边的话，距离鹅銮鼻越来越近，有时候还跑到兰屿去了。那越来越抵近，你看它变成抵近维权、抵近执法。变成这个状况，那这样子，而且第2个特征，我们知道它会交互蹲跳，一下北边进了，那换到南边了，南边完毕之后又北边了，它会换来换去，它不会说一直在，它的节奏不要让你掌握，所以它南北啊交互蹲跳，轮流靠近。那现在在南部靠近的鹅銮鼻很近，我判断下个礼拜的话，可能距离北部很近了，不能它换着走。可能跟天气有关系，然后跟它的策略还有它的节奏，不要让我们所掌握也有关系。然后第3个特征呢，它由客场变成主场。以前是我们广播驱离它，它现在是变成它广播驱离我们，不要开太近，注意你的航向，向东调整修正。我就变成下命令了，向东修正。我是怎么？然后你离开，我的舷号是多少？你是那个台湾的什么舷号？就是那个，我们讲每个船舰它有它的号码。请向东修正啊，不要影响我。变成它由客场变成主场。变成这样子，以前我们是广播驱离他现在广播驱离我们了，赶我们了。所以3个特征，我们能怎么办？没办法，我们现在大概要主权逐步让渡，但是保持治权。所以主权呢，这些海权、空权，我们都慢慢让给他。我们外岛先金门、马祖让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在台湾的话这一方面，包含空权跟海权也慢慢让，航权503已经让了嘛，就是主权逐步让渡。但是确保台湾治权，让渡了，就是这样子嘛？你让了嘛？现在你有没有？其实我们的战机，我们空军蛮强的，我们的飞行员呢，F-16也好，幻象也好，信号站蛮强。但是我们广播驱离，我们不派空军，我们不去做行动驱离，只做广播驱离，不做行动驱离，因为主权让给他，我们保到台湾本岛就好。现在，所以我看这个我们的政府的这方面的做法就是这个样，主权我们还有空间慢慢让。那换句话说，那中国也看到这一点，它慢慢进，以后进到我们大概，我判断今年或到明年会进到我们领空，大概12海里，是有人机还是无人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焦点呢看到南海去，南海在这个地方啊，中共也是它有些转变了。我们可以有3个特征，它本来的时候是对菲律宾来看的说平面监控，以前都是那个中共的海警船，现在中共的解放军的空军也出来了。它由平面监控变成立体监控了，以前是这样，还包括无人机也出来了，在南海，那它转到立体去了。那第2个呢，它以前的是少舰监控，现在变成多舰。你看它的就是包含飞弹驱逐舰、飞弹护卫舰，还有飞弹巡防舰，也包括海警船、海监船也出来了，海上民兵也出来了，怎么那么多这些军舰跟船？它这样子变成复合式的了，不是光只是一个海警船，海军也出来，海监船也出来。海上民兵也出现，
哦，他现在的话，艘数也变多，有少量的小兵力，现在变成多兵力了。第三个特征，我认为中共在这个南海，不管是仁爱礁也好，黄岩岛也好，甚至是仙娥礁也好，它现在也是从软性执法变成强性执法了，变成强势执法。你看他现在的话，对菲律宾喷水炮、喷水柱，然后空中的话，这边有些这些空拍机也过去这边做空拍。所以我认为它变成走上强势执法的路线。苑教授，我想问，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吗？美国智库的推估越来越惊悚。他说这份报告告诉大家，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会有9个国家卷入世界大战。哇，这个不是哲学问题了，这是一个自然推理了。为什么？我先分析一下这9个国家嘛，就是这个中俄朝嘛，对不对？美日韩嘛，再加上那3个打酱油的嘛，菲律宾啦、印度啦、澳大利亚嘛。对不对？他们其实都隔得蛮远，但是呢，他们喜欢把它讲成这样子，因为你9国战争就已经接近世界大战了嘛，这样子写出来的报告才有人看嘛，这个属于纯媒体。但是我要讲另外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啊，这个哲学问题的话呢，我们在逻辑叫堆躲论证啊，但其实讲堆躲论证，大家听起来太复杂了，就叫做化整为零了。我跟你讲啊，大家先要了解啊，就是说是金门、厦门海域发生了渔船撞沉害死人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就没还大体，没有道歉，没有追究责任，然后没有真相，也没赔款的情况下啊，这个事情没了。那时候大家的话呢，在分析的时候呢，只记得说是金门。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来讲，哎呀，反正民进党本来就不想要金马的嘛，所以这个也无所谓。现在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我刚刚今天一看这个消息啊，是在澎湖周边海域啊。请大家要搞清楚啊，这里面讲什么？哎呦，我刚刚听到了，哎，请注意你的位置啊，哎，你是靠东一点，过去一点啊。所以说啊，你刚刚讲说，刚刚张将军讲说，哎呀，我们主权不要了，要治权，这个其实讲法就说明台湾现在政府相当混蛋的。你怎么可以不要主权呢？你不用主权的话，你凭他搞什么台独啊？对不对？你如果不搞的话，那不天下本来就没有事嘛。刚刚我们赖教授讲的非常好啊，就你承认9二共识，不是一切都没有事情嘛？对不对？现在的话呢，就是化整为零。现在代表什么呢？马祖这边已经没了啊，那其他那个什么东引啊就更没了。现在澎湖这边也没了，然后到台湾本岛这边离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情况下的话，大致上也没了。我觉得大陆现在2手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说是化整为零啊，先是搞金马，然后的话呢，离岛跨过台湾海峡，到了澎湖就已经是跨过台湾海峡，然后在台湾的东边的话，等于全岛，大家应该感觉到非常紧张啊。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讲了说空军很强，空军你怎么不飞上去炸它嘞？不敢啊。怕引起大世界大战，会引发9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大陆现在态势很明显，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南海设为一个框架，把台海的问题跟菲律宾的这边的问题联合在一起处理，方式很像啊，搞得各方面情况都是一样。那大家会想到说，原来东海那边情况的话呢，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自己看了新闻结果，我觉得俄罗斯啊，首先报名啊，日本我来处理啊，那台湾跟菲律宾你来处理，分工分得非常好啊。那个韩国的话由朝鲜处理啊，这个我觉得美国要拿出个对策啊，这个你要保护，你要拿出对策，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跟菲律宾在一起处的情况下，因为菲律宾是一个随时会变、随时会道歉的，我们这边道歉也没用啊，对不对？我们这边本身来讲的性质跟菲律宾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说是美国真的要保护南海这边的小国的话，应该要拿出一点具体作为，不是发几个消息就有用的啦，大家要搞清楚啊。